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艾玛的 channel， 我是艾玛。关于这个通过100天的户外锻炼，高度近视恢复了75度的这个事情，我呢是一时兴起啊，凭着一腔热血就去挑战了呢，还是说做了充分的调研呢？答案当然是我有很完全、很全面的理论基础的。首先呢，第一个人呢就来自于一个中医协会的理事，叫郑复中先生。他的笔名呢叫做中里巴人，本人也出版了很多书啊，我都有买他的书，比如说《求人不如求己》，一共3本，还有《万病皆可心药医》。那么他在其中一本书里提到，就是说这个近视呢，他建议是通过转圈，正向36圈，反向36圈。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啊，是要按揉就是后脑勺的这2条大筋，因为通过这个中医的理论来说啊，这个后边的2条大筋呢是跟眼睛的内部相连接的，包括中医理论里也提到嘛，就是肝开窍于目，所以说而且肝主筋，所以说这个人的视力跟肝脏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第二个理论基础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国学大师南怀瑾大师。那么很多人应该都看到过他的这个视频片段，他里边提到了2点，就是说让视力恢复的。然后南老呢提到在年轻的时候呢，也是大量的阅读就开始近视了。他就是通过也是眼睛正着和反着转圈各36下。然后第2点呢，南老提到的就是说看东西的时候不要把人这样神全部望出去，他说这样会把你的神耗尽，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吸进来，就是眼睛类似于半开半合的状态，看东西就看一眼之后想象东西飞向你，把它吸过来，这是南老的理论基础啊。然后那么第3个呢，是来源于一个香港的著名的注册验光师，叫梁彦康先生。那么这个人呢，因为他提出的理论基础跟主流的医学眼科医学界啊不太相符，所以呢至今都被诟病啊，所以说他的职业生涯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他提到的理论当中有一条我觉得非常有道理，而且我也实践了，他就是一本书提到叫你戴错眼镜了。里边提到的呢，就是说我们人去佩戴眼镜的时候啊，很多这个验光的地方都给你配到 1.0 甚至到 1.2 的视力，但是我们大部分人呢配到这么高的这个矫正视力镜之后呢，我们都佩戴着它去读书去工作，在室内办公，这样就会加深你的近视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佩戴那么远的镜子的时候是为了看向最远处的一个目标的，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呢平时就是望远的机会比较少，大家都带着这个高度的近视镜用电脑啊看书啊，这样其实会加速你的眼疲劳，这个眼睛就不具备调节能力了。所以说这也是一旦形成近视之后就会单向增长，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也是根据这个梁先生提到的这个理论啊，配了2副眼镜，一副呢就是外出开车呀这种佩戴的眼镜，另一副呢就是在室内办公用电脑的时候佩戴一个度数更低的眼镜。至于怎么配啊，包括这个度数怎么去确定呢？后面一期会把这个方法完全分享给大家。第4个理论依据呢，就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眼科医生，叫威廉贝茨。他也是因为跟主流的眼科医学界的这个观点不太相符而备受争议吧。包括他这个维基百科现在都还有这个争议点存在。任何一个医生啊，他所得出的理论都是受他所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所局限的。因为我们看尤其西医的这个发展理论也能看得出来，就是说即便现在已经是最科学最先进的疗法，那么可能过5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会被推翻，然后有更新的更安全的这个疗法来代替。所以现在主流的这个眼科界都说这个视力是不可逆的，我觉得也是受这个时代的局限所造成的。因为我们看这个整个医学的发展就能发现比如说几十年前人的这个阑尾还被视为没有用的器官，那么在成长的过程中呢，因为阑尾发炎还会造成更大的对人体造成更大的损伤，所以日本的很多这个医生那一批新生儿都是出生之后就立刻切除阑尾，这样就避免他们将来得阑尾炎。那后边过了10几年之后，我们就发现原来阑尾跟人的免疫系统内分泌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你看，我们整个医学界的发展都是在不断的推翻、否定过去的结论基础上，在取得的进步。所以说呢，现在啊，普遍医学主流的认为，就是说眼睛不可逆，我觉得也是受这个局限。那我们也可以合理的怀疑，就现在得出的结论，只是科学目前为止达到的最高的成果，但并不代表它是达到最终的真理的阶段。那么我相信啊，再过5年、10年，这个眼科这个界一定会有更新的发现，会发现人体的这个恢复视力是极强的。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不要专门去调查，就是立刻回答就好。大家觉得我们这个裸眼视力啊，能看多远呢？给大家3秒钟的时间。我的很多朋友啊，都说几十米、几百米。然后说哦，那如果是非洲的人，可能能看上千米。我说 no no no， 不是这样的哟。我说大家想象一下，你们抬头能不能看见太阳，能不能看到月亮？对呀，包括甚至离我们几光年以外的这个星星，我们都能看得到。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眼睛的调节能力是极强的。那么我不相信啊，就是能看到几光年以外的距离的星星的这个眼睛，它就因为近视增长了几百度就不再具备调节能力，这个想想你都觉得是不可能的。所以眼睛的这个调节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为什么现在就是说普遍大家都感觉到这个视力是不可逆的啊？一旦近视了，好像就永远是单线的上升涨，再也下不来了。那我觉得这个是跟人的这个不良的用眼习惯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不能保证充足的睡眠，如果你的眼周围的这个肌肉已经僵硬了，眼睛已经失去调节能力了，在你维持正常的这个用眼的状况下，它当然是不可能自然恢复的。所以说它恢复的前提一定是我们这个，就比如说你肝肾整个这个能量是充足的，眼周围还有后脑勺这些大筋，你的经络是通畅的。其次呢，就是一定要合理的用眼，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减少你的用眼量，然后经常去户外，改变你的用眼环境。经过这一系列的这个动作之后呢，眼睛是可以恢复的。对，还有第5点，第5点呢，就是我刚好是在去年的时候搜到一个道家的一个传统功法，叫做九阳练目。在太阳升起的时候，面向朝阳，然后呢进行这个就是眼睛就是顺时针和逆时针各转36圈，眼部米字操。这个结合起来，现代的这个眼科医学啊，也都证明，就是说这个阳光对人的眼睛的恢复有很大的好处。尤其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户外光它差不多高达上万勒克斯嘛，它的那个对视网膜的这个刺激呢，会形成多巴胺，会抑制这个眼轴的增长，减缓这个近视的增加。这个呢，在我记得是2010几年的这个科学团队，已经做了这个实验啊，就说在户外光经常活动的小朋友呢，那么经过一段时期的这个跟踪调查，就是发现孩子们的这个近视率是远远比在室内活动的孩子要低的，所以也能够验证这个光对眼睛是有着非常积极正向的作用的。那么威廉贝茨先生呢，在他当时的著作当中也提到，就是说建议人接受这个阳光的这个照射，或帮助眼睛的视力恢复。当然了，这个阳光呢是不能是这个正午的阳光啊，那样太刺眼了。那么现在比较安全的做法呢，要不然就是第一个，要不然就是盯着朝阳，那个时候阳光比较温和，对眼睛不会构成伤害。然后第二个呢，就比如说是阳光比较强烈的时候呢，你可以闭着眼睛去晒眼皮，那么它这个光也是可以透到你的眼睛内部，促进康复的。然后呢，我又结合了郑福中先生提到的这个按揉这个后脑勺的这几条大筋，然后结合了南老提到的向内吸眼睛，然后结合了这个香港注册验光师梁彦康先生提到的配2副眼镜，这几个方法加起来之后，我坚持了100天，确实是达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而且还有我的那个散光也从300度降到了200度，这个也是得益于梁彦康先生提到那个，就是说这个配镜子的这个要比真实的度数要低这个方法。然后具体的呢情况呢，我会后边一期专门反馈给大家。所以说呢通过这个
物理的锻炼啊，户外的活动，它是一定能慢慢的去改善视力，然后让这个近视会逐步恢复的。还有一点啊，提醒大家，就是很多家长啊，就是说因为孩子上学作业压力比较大嘛，没有其他课余的时间，所以很多家长就搞一些室内的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就是各种的什么球啊，打来打去的，还有一些个设备啊，就类似于通过这个设备望向课本，然后就相当于把这个课本拉远。其实在我看来，这些都有点舍本逐末的意思。因为我们说近视嘛，就是你进出看太多了，你在室内再锻炼，因为我们每个房间的它这个高和宽就这么大嘛，所以你眼睛望出去，你眼的这个视力范围其实是最多就是10几米。但是你在户外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几百米、上千米、上万米，你都能远远的把这个视力望出去。这个时候眼睛的这个锻炼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户外的运动这个效果会非常明显，室内你代偿的一些个运动，就是我感觉效果不是那么的明显。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拥有更好的视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马丹呢。